人们往往在出发之前就对目的地抱有某种期待，期待一片景色、一条街道、一间店铺，或者一个故事。这样看来，我其实没什么理由选择去上海。上海一直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一些难过的事儿和上海有关。前2次去上海，一次是短暂的停留，另一次我全程都待在上海的市郊，带病在片场忙活。但这一次，我来到了圣诞季的上海找朋友们玩，进行一次低强度、低密度的懒散旅行。吃、喝、逛是本期的主题。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乐死狗，我们将在上海一起度过5个悠闲的日子。为了离朋友住得近些，我选择了长宁区江苏路附近的船长5号青年旅馆。这是我第一次住青旅。考虑到自己喜欢深夜剪片子，我没有住4人间，而是订了一间小小的单人床位房，5个晚上花了我625元。这里的装修和卫生状况让我很惊喜，插头非常够用，床底下有足够的收纳空间，还有一个小投屏电视。话说我好像忘记登出我的云视听账号了。这家青旅的居住体验非常不错，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公共浴室有单独的淋浴间，厕所配有一次性马桶垫，这个很重要。2楼有一个适合放松休闲的地方，等衣服烘干的时候，我就在那看书。我低估了上海人过圣诞的热情，各种圣诞市集的票1个月前就卖空了。刚到上海的时候刚好下雨降温，雨停之后都到晚上了。断断续续的灯光拼凑出了不完整的上海街景，半黄半绿的梧桐叶提醒着这儿的季节和坐标。我与朋友约见在一家酒吧，在此之前我得先填饱肚子。我想试试蟹粉汤包味道如何。我不知道这家店是否正宗，大家可以在弹幕里推荐一些比较正宗的店铺。我嘴巴不挑，感觉味道还不错。蟹味的汤汁并不烫嘴，嫩嫩的肉馅被咬开后露出颗粒感十足的蟹粉，就着香醋一起下肚，还是十分满足的。今天见的朋友留学回国之后待在了上海，他说上海人过圣诞比美国人还要认真，街边几乎每家店都有圣诞元素。要喝的这家店叫 12 Bar Blues， 在黑石公寓附近。这一片商业区都是基于历史建筑群改造的，黑石公寓更是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整栋使用钢筋混凝土的公寓。酒吧的酒单设计很有趣，每个季度都会根据12款固定的经典鸡尾酒改编出新的酒单，每杯酒都对应着一首蓝调音乐。你还可以扫酒单上的码听歌。和朋友一起喝酒最爽的地方就是可以尝几口他的酒。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我朋友点的我的血腥情人，有种喝番茄酸汤的爽感。这个尼格罗尼的改编款不错，有枣子和咖啡的风味，更加甜美也更好入口。我自己点的都是清口小甜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蹦蹦冰卷，完全没有酒精感，更像是在吃花生芋泥冰沙。这款叫处方签是他们这里卖的最好的酒，特别酸甜可口，抹茶的茶香，羽衣甘蓝的清爽感和酸的奶盖，喝起来居然极其和谐。回酒店之后，原本担心床会有些窄，但我这几晚都睡得特别好，差点忘了我大学宿舍里也是这么窄的床。朋友告诉我，长宁区的日料说不定比东京的还正宗，许多有名的日本师傅都会在这里开店。这家海鲜饭的食材本身没什么毛病，挺好吃，但它在饭上面加了紫苏叶，虽然挺常见的，但我总觉得紫苏的味道有点喧宾夺主，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紫苏。这天气不吃口热的就跟没吃一样，没忍住加了份天妇罗。下午的安排是去巨富场逛古着店，我决定只带 Pocket 3，解放双手。这玩意儿实在太重了，我迟早把它给换了，我要换个更轻的松下。巨富场听起来像3个美好的新年愿望，但这其实是巨鹿路、富民路和长乐路的统称。近年许多古着店、买手店和服装店都在这抱团，我开始逐渐理解为什么 City Walk 会是上海官方都推荐的旅行方式。这一块并不像一个刻意的现代的商业区，更像一个在历史进程中慢慢长出血肉的街道。这一块在规划时就被划定了严格的街道宽度与建筑高度的限制，属于旧租界里的高级住宅区。你可以在这里密集的历史建筑间捕捉它往日的碎片，
精致现代的咖啡店与买手店被一栋栋民居与老洋房隔开，现代都市生活的段落点缀在浓郁的历史气息中，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走走停停。我直奔我最期待的店铺 Trophy Market。 这家古着店以美式运动风为主，能淘不少宝。我最近还是挺吃这种风格的。还有一个衣架的卡哈特，选品不错，但价格让我有点退缩。店内的布置很饱满有序，逛起来非常享受。Can I open a window? Can somebody open the door? There's so many reasons I can barely take it anymore. 我路过了 Fruity Shop 唱片店的一个小分店，这里不卖唱片，只卖他们原创的周边服饰。店面很小，但有些很不错的东西，可以来逛着玩玩。2097是我逛的最开心的一家，基本上是我喜欢的品牌大合集了。卡哈特、李维斯、拉夫劳伦、Stussy 这里都有，性价比在这一片来说还是挺高的。我看中了一件风暴蓝的 J130， 老板说可以邮寄到我家，特别方便。店内虽然很小，但给人一种很干净整洁的感觉，货也特别多，有什么问题问店员也都会回答。我和另一个朋友约见在一家叫 The Oranges 的咖啡店里，店面很狭小，还坐满了人。朋友堵路上一直没来，我就一直和隔壁桌带狗的客人聊天，然后和他们家的狗玩。出去玩的时候外向一点，还是能解锁不少乐趣的。Times Remake 的店面给了我点震撼，古着店和买手店2合1，店面巨大，而且货特别多。虽然一墙彩虹色的拉夫劳伦和卡哈特视觉上特别震撼，但价格实在是不太美丽。这家店的街头属性更高，装修给人一种粗粝感，服装也都比较有攻击性，不是我俩能驾驭得了的风格，只好转战下一家。哇，都是用球衣做的包。哦，是这个。上海 DF 的3楼也有一家面积很大的古着店，非常宽敞，像货仓一样，也是以美式复古为主。这里的中古拉夫劳伦应该是上海最全的了，光是白色的衬衫就有一货架。今天的最后一站是 Max Match， 很多人都很推荐这一家，也有很多明星是这里的常客。怎么都是这种稀有款？商品都是限量款、稀有款，甚至是孤品，所以价格特别高。我还以为那些中古球衣就几百块，结果随便拿一件就上千了，逛不起，撤了。坎耶韦斯特。本来想和朋友找一家稍微高消费一点的西餐厅来一场节日氛围浓厚的圣诞晚餐，但找到的几家餐厅都排队排到后天去了，只好就近找了家西班牙餐厅。本来对味道不抱期待，但真的每一道菜都挺好吃的。海鲜饭看起来薄薄的一盘，但我们差点吃不完。店里不知为何还有一只态度非常冷淡的羊驼。对啊，这无从下手啊。对啊，我怕破坏它。今天想去上海城市景观比较特别的2个地方，西岸和陆家嘴。尽管是工作日，但上海西岸附近还是人满为患。我朋友说这里全是财富自由不用上班的人。听说这里自打建成以来客流量就没低过。麦当劳中国的总部就在这里，但我当天实在是不想吃。
跑去 Chili's 解决了午饭。我馋他们家炸鸡很久了，鸡翅外酥里嫩，酥皮厚度适中，和酱汁一起吃不油腻。微辣的芝士撒粉混合肉汁的味道很香，芝士粉微微泛甜，很好吃。但其他的菜就比较一般了。这里有不少户外和运动品牌可以逛，但我实在没这个需求。给我印象最深的居然是一个美食广场，这里装修非常有意思，室内绿植很多，阳光透过大面积玻璃斜射进室内，给人一种很有层次的视觉享受。吃饭的时候，旁边有几个澳洲留子聊天说这里有点像悉尼。临近日落的时候，紫色的霞光勾勒出干净整洁、充满现代感的天际线，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第一次站在陆家嘴，很难不被它的尺度镇住。拔地而起的高楼一起向我的视网膜压过来，快速生长的浦东像是被提前放进现实里的未来都市。所以在电影《它》里，这种冷漠压抑的未来感成了导演眼中城市明天的样子。它不会绕弯，不会含蓄，只讲速度、效率和高度。去觅食的途中路过路特斯的 4S 店，里面陈列着路特斯的 F1 赛车，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买得起一辆路特斯的跑车。很难想象，我就在三件套附近找到了一家性价比很高的居酒屋，这是我在上海吃的最享受的一顿。服务员跟我们说他们这里的等待时间比较长，还送了我一碟花生。我首先推荐这个鹅肝和牛饭，鹅肝香醇柔软，油脂感和牛肉的咸香完美相融。我之前在武汉吃了一家鹅肝和牛饭，基本上味道是各玩各的，鹅肝甚至发苦，还比这个贵了20块钱，完全跟这个没法比。这个刺身拼盘的新鲜程度也远超预期，尤其是这个三文鱼，油脂特别丰富。在美团上还有满200减50的券，蛮实惠的。我觉得在这里的用餐体验远超一般的居酒屋了。比起旅行，这次在上海更像是换了个地方待一阵儿。我甚至专门拿了一天和朋友坐在咖啡店里，我剪视频，他写论文，和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样。这一天没什么好说的，晚上吃了一家让人失望的烤肋排。其实烤肉本身的味道很不错，但团购套餐里的肋排太小了，根本没有大口吃肉的爽感，甚至不如去啃糖醋排骨，也根本没有拿酸黄瓜解腻的必要。全餐最让人满意的是他们一直在门口推销的智利葡萄酒。我们决定在淮海中路的边缘一直逛到大部分商铺打烊。本 IT 忠实用户也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淮海中路的 IT Blue Block。无论再怎么想避开热门景点，外滩仍旧是上海旅行绕不开的一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我绕开了人流量最大的南京路步行街，沿着北京路从人民广场一路走到人更少的北外滩。哎，我靠，好熟悉的感觉。其实有许多沿途店铺更丰富、景象更美的路线可供选择，但我今天只是想在天气晴朗的上海走一会儿路，拍拍照，尽量避免拥挤的人潮，特别是在人流量更大的周末。我没法讨厌上海的城市气质，高密度的高楼，狭窄的步道中塞着一些难以言喻的激情。在这样一个密集而繁杂的空间里，故事之间的间距变得很近，让人目不暇接。它紧张、激烈，并非完全讨喜，但绝对不会让人感到无聊。我很庆幸在黄金时刻刚好走到这里，在和煦的阳光下，浦西给人一种闲适悠然的感觉。你可以看见时间和历史在这层层堆叠，告诉你浦西有自己的节奏，不差这么一个下午。
上海邮政博物馆可以进去打发一下时间，但建筑本身比博物馆可精彩得多。很多人在这家日咖夜酒的外场坐着享用下午茶，打卡背后的繁华景象，但店内居然空无一人。我喝了杯冰美式提神后起身前往北外滩，途经没抢到票的圣诞集会，人头攒动，真庆幸自己没去。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细唱，月下的花儿都入笼，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那夜莺歌唱。我在北外滩四处乱窜，走走停停，一直待到日落。这里是一些车道的尽头，一些大酒店的选址，华灯初上，这里便显出一份雍容的气质。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思量。说到上海性价比高的一人食，这家 H2 我首先推荐。炸鱼薯条给的太多，我都没吃完。旅行的结尾，我来到了《玫瑰的故事》里常出现的建国西路，听说也挺好逛的，可惜太晚了，哪儿都关了。我在 Brotato 酒吧度过了在上海的最后一点时间。这家店的成分和我一样复杂，还有一个老哥一直在玩以撒的结合。不行，赶紧来这首。来，喝的越多，我反而越来越喜欢没度数的小甜水。这家店把奶茶、蜜瓜和奶盖又放到了一起，是很流行这种做法吗？不过确实好喝的没话讲。这一杯是葡萄香味爆炸的甜口酒，正好戳到我的爽点上。元素拉满对，不要拉满，然后会酸甜稍微偏甜一点点，对，但不会那种很腻的甜，就是比较清爽的那种。喝得心满意足之后，我又开始后悔没多待一会儿，甚至开始规划下一次来要去哪儿了。改变对一个城市的糟糕印象，好像也只需要一次愉快的旅行。上海像一个城市的海洋，我好像能无穷无尽地逛下去。但旅程总得有个终点，我们就在此别过吧。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这里是你们的流水账大王乐色狗，我们下期再见。